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苗教主。今天我们讲一个离奇诡异的案件。在一个夏季的夜晚，两个19岁的女孩搭乘陌生人的车返回学校之后，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他们是怎么遇害的？有10个不同的版本。至于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到现在还是一个谜。故事发生在2012年7月份，有个女孩叫玛格丽特·尤尔库斯，19岁，就读于莫斯科州立艺术学院。她的母亲在莫斯科北部的普拉坦花园有一栋别墅。2012年7月9日。玛格丽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并考取了格拉西莫夫电影学院。玛格丽特邀请其他3位同学前往别墅度假。7月11日，其中2个女孩离开了别墅，返回学校。另一个女孩奥尔加·克里亚热娃是玛格丽特的同学，她决定与玛格丽特一起多留一天。此时别墅只剩下2个女孩。7月12日，2个女孩一整天都在忙着修剪花园，直到晚上才从别墅里出来，准备返回莫斯科市区。他们先来到列宁格勒公路97公里处的巴士站，搭乘公交车前往9公里外的克林市，去赶晚上9点30分的火车。玛格丽特穿着短裤，背着吉他；奥尔加穿着短裙，手里拎着一只维也纳蓝兔。此时2人还在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。其中，玛格丽特在大约9点30分告诉母亲，他们错过了这班火车，现在去巴士站看一看是否有夜间巴士。晚上10点多。奥尔加通过手机告诉朋友说，夜间巴士也没有了，他们准备搭乘顺风车返回学校。他的朋友劝阻了他，建议他们先返回普拉坦花园别墅，明天早上乘早班火车返回学校。这是玛格丽特与奥尔加最后一次与外界联系，可以确定，在此之前他们是安全的。他们位于克林市附近，距学校70公里左右。凌晨1点。他们的家人打电话询问他们在哪里，此时发现他们的手机已经无法接通了。7月13日，同学们在学校没有等到玛格丽特与奥尔加，玛格丽特的家人赶到普拉坦花园，门锁完好，房间整洁，2人的行李都不见了。家人马上赶往附近的警局上报了失踪，女孩的朋友们也在当天下午赶到了克林市。搜索行动很快展开。2个女孩的身高均在175厘米左右，长相漂亮。一个女孩背着吉他，另一个女孩拎着兔子，应该非常显眼。但是克林当地没有人承认见过她们。很快有人发现，从克林火车站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发车时间在晚上10点整，而女孩们是在9点30分前后赶到火车站，并说错过了火车。经过分析，克林有2个火车站，在克林北方10公里处。还有另一个火车站雅木卡站，2个女孩很可能错过了克林站下车，乘坐巴士抵达了雅木卡站，所以错过了火车。从雅木卡站到克林站之间的道路与雅木嘎河相邻，于是女孩的朋友们沿着雅木嘎河展开搜索。到了7月13日傍晚的时候，一支志愿者组成的搜索队伍赶来支援，他们进入了附近的村庄搜索，搜索一直持续到第2天中午，没有取得任何成果。而此时，警方传来消息，在距离雅木嘎40公里以外的莫斯科大环路边发现了2具女孩的尸体。在警方赶往现场的路上，还发现了一只维也纳蓝兔，在公路旁边的草地上。玛格丽特与奥尔加的父母立刻赶往现场，经过确认，这就是昨天凌晨失踪的2个女孩，玛格丽特与奥尔加。2个女孩死于机械性窒息，死前曾经被殴打和侵犯。他们身边有一些功能性饮料、啤酒瓶、空罐头和一些吃剩的食物，还有5个用过的保险套。2人的随身物品只有玛格丽特的手机在身边。发现尸体的位置在莫斯科西北方，是一个废弃的拓荒者营地。7月14日，一位附近的村民在这里采蘑菇，他发现草地里趴着2个女孩，他走近查看，发现她们已经死了。据这位村民说，他本想离开这里，但是他在现场留下了痕迹，为了避免警察怀疑是他做的，所以才向警方报警。这是一座封闭的营地，入口有大门，晚上有一位守夜人。守夜人说自己是在晚上8点钟来到这里的，整晚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守夜人还说，拓荒者营地是一个情侣偷情的地方，附近有一个度假村，那里的情侣经常跑到营地里寻找刺激。拓荒者营地的入口比较隐蔽，陌生人不会知道这条路通往哪儿，所以带女孩来的人一定对这里非常熟悉。在营地的对面是哭泣村，
警方对每位村民都进行了询问，村民在当晚没有见到陌生人，也没有见过两位女孩。玛格丽特与奥尔加的衣服、吉他和另一部手机被抛弃在营地北方几公里外的公路边，就是发现兔子的地方。从雅穆嘎火车站出发到莫斯科州立艺术学院，距离大概80公里，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列宁格勒公路，另一条是 M11高速路。两个女孩应该沿这两条路的其中一条向东南方向走，而营地的位置在雅穆嘎西南边，严重偏离了正确方向。玛格丽特与奥尔加被带上了莫斯科大环，这条路上没有监控，经常发生命案，而且凶手很少被找到，因此莫斯科大环的名声并不好。我们无法得知两个女孩是如何到这里的，而且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吃剩的食物与酒精类饮料。两个女孩会不会是自愿来的呢？警方在3条公路的交汇处寻找线索，需要查看3万张车辆照片，找到女孩的机会非常渺茫。这时的克林地区流传开一个消息，两个女孩被害与当地一伙流氓有关。这伙流氓有10个人，他们将两个女孩带到了拓荒者营地，其中有6个人直接参与了对女孩的性侵，然后这6个人将女孩勒死，而其他在场的人都没有出手阻止。克林当地人都知道这件事，因为这伙流氓是克林本地人，所以当地人对此事全部保持沉默。直接参与性侵的6个人没有工作，他们的父母与当地警方进行了私下的交易，所以警方不抓捕他们。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女孩的父母那里。玛格丽特的家庭非常富裕，她的父母花钱购买消息和雇佣侦探，决定启用私人调查。不过很快，他们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，他们的私人调查受阻，受到了当地警长的警告，并收到了死亡威胁。尽管这样，两个女孩的案件还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引起了莫斯科市民的广泛关注，案件也迎来了新的进展。一名司机看到了新闻，他说自己见过两位女孩，当时他开车经过雅穆嘎火车站附近，2名漂亮的女孩，一个背着吉他，一个拎着兔子，上了一辆银灰色奥迪 A4 轿车。他还描述了司机的长相类似摩尔多瓦人。那现在只要找到这辆奥迪 A4，就能找到凶手。从雅穆嘎站向哭泣营地出发，沿途有2个加油站和一家商店。那么凶手会不会停下车去加油站买烟呢？警方在途中商店进行了调查，他们都说当晚没有见过银灰色的汽车，更没有见过2个女孩。但是这几家商店有一个特点，售货员的俄语都不是很清楚，他们甚至不能回答警方的问题。原来在这个地区存在大量的客工，他们来自南方联邦或者是前苏联地区。根据司机的画像，嫌疑人也具有一些客工的特点。那么本案会不会与他们有关呢？当地的警察却不这样认为，因为本地的客工有车的比较少。此时案件已经发生了1个星期，虽然有人看到了女孩们上了车，提供了画像，现场也存在大量的线索，比如啤酒瓶上的指纹、保险套里的遗传物质，还有现场的足迹，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。玛格丽特与奥尔加的父母决定出100万赏金寻找凶手。他们通过电视台发布消息，任何提供凶手信息的人都会获得100万卢布。但是新闻里对奥迪轿车、司机外貌这些信息都没有公开，因为本案还处于侦查阶段，这些线索属于警方的保密范围。在悬赏发布不久，电视台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一名举报人说自己知道凶手是谁，想要拿到100万卢布的奖金。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向他询问姓名时，这个举报人却不愿意透露，说要匿名举报。电视台把他当作骗子，挂掉了电话。这名举报人并不甘心，为了得到奖金，又拨打了警方的电话。他说自己在案发当晚亲眼看见一辆汽车从犯罪现场驶离，但是他想要匿名举报，得到奖金。警方也感觉他是一个骗子，不过警方还是多问了一句：如果你能说出凶手的名字，就能得到奖金。于是这名举报人毫不犹豫地说出了那个凶手的名字：爱德华·拉内塔，一名来自摩尔多瓦的客工。于是警方兑现了承诺，支付100万赏金，举报人也可以匿名，但是赏金必须亲自来克林市警察局领取。7月24日下午，举报人开着一辆银灰色奥迪 A4 停到了克林市警察局门口。一个瘦弱的摩尔多瓦人走进了警局，他来领取那100万卢布的赏金。警察看到了他的车，并为举报人倒了一杯水，他的脸上还有很深的划痕。
警方询问他伤痕是怎么来的，举报人笑着说：“我妻子在床上非常热情和暴力，是他抓伤的。”警察在水杯上收集了举报人的指纹，并与犯罪现场的指纹进行了比对，完全符合。然后告诉举报人，为了验证脸上的伤痕，不得不传唤他的妻子。而举报人的妻子此时正处于怀孕期间。她说7月13日，她的丈夫很晚才回来，浑身是泥，脸上有划痕。于是警方当场拘留了举报人，并对他的 DNA 与现场保险套里边的 DNA 进行比对，完全符合。这名举报人名叫瓦蒂姆·格里格里安，来自摩尔多瓦，生活在莫斯科郊外的尼古拉村，距离案发现场20公里。根据他的交代，当晚他的朋友爱德华将2名女孩带到了拓荒者营地，并打电话喊他来。当他抵达营地时，2名女孩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，而爱德华找他来的目的就是将带有他遗传物质的保险套放在现场。这听起来不符合逻辑。警方抓捕了爱德华。爱德华说，当晚他与一群朋友庆祝生日，很多人可以为他提供不在场证明，于是爱德华被排除了嫌疑。瓦蒂姆·格里格里安低着头，眼神乱窜，所说的口供彼此矛盾，多次向警察保证和发誓。在审讯过程中，一共编了10个版本的案发经过。警方不得不把所有的版本综合起来，保留了那些与现场证据一致的口供，删除了现场没有证据支持的口供，最终得到了一个最有可能发生的案件经过。7月12日晚上，玛格丽特与奥尔加在雅穆格火车站附近搭车，当时有2辆车停下来，邀请2个女孩上车。玛格丽特与奥尔加非常警惕，他们看到司机很强壮，就拒绝上车。其中有一辆车是银灰色奥迪 A4， 这辆车开走后又在路口折返回来，这正是瓦蒂姆的车。他为了取得女孩的信任，他说要收取一定的车费。玛格丽特与奥尔加看到这名司机身材瘦弱，如果他图谋不轨，也不能制服2人，于是女孩上了他的车。当晚的列宁格勒公路正在维修，驶往莫斯科方向车行缓慢。瓦蒂姆以这个为借口，将车驶离了列宁格勒公路，转到了莫斯科大环上，而玛格丽特与奥尔加对此毫不知情。瓦蒂姆将车一直开到了拓荒者营地，他停下车，提出要与女孩发生关系，被女孩们拒绝了。于是他殴打了2个女孩，并威胁她们。当时玛格丽特与奥尔加并不知道所处的环境，惊吓后便不再反抗。瓦蒂姆将奥尔加带下车，玛格丽特被锁在车上，奥尔加拼命的抵抗，还抓伤了瓦蒂姆。瓦蒂姆无法侵犯他，用腰带将他勒死。然后他返回车上，带玛格丽特下来。这时玛格丽特发现了他的朋友已经死了，他一个人无法反抗瓦蒂姆。瓦蒂姆多次侵犯了他，然后将他也勒死了。瓦蒂姆开车返回位于尼古拉村的家，路上他翻出了女孩所带的3000卢布现金，其余物品扔在了高速公路边。他知道这条路没有监控。事后他在新闻上看到，提供本案的线索可以得到100万卢布，于是他想要栽赃自己的朋友，骗取赏金，于是拨打了警方的电话。本案于2014年9月10日宣判，瓦蒂姆·格里格里安因杀害玛格丽特与奥尔加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并向死者家属支付600万卢布。本案虽然已经结案，女孩的父母依然不相信事情这样简单。尸体出现在营地2天，守夜人居然毫不知情，2个身材高大的女孩竟然被一个瘦弱的男人制服。案发现场还有5只用过的保险套和吃剩的食物和酒。那晚的凶手真的只是一个人吗？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用照片墙讲述真实的故事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。